如果您是佳能用户，而且主要拍摄视频，那这一台 R5C 在参数上面或许是一台非常强悍的机器，但是它的实际表现到底如何呢？今天让我来和大家简单聊一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elvin。首先声明一点，这台机器呢是我朋友借给我的。那我这次拿到的是 R5C， 还有呢这个 RF85 f1.2 的镜头。那我本身呢并不是佳能用户，而且呢我本次也就只有1周多的时间去体验它。那本期视频的内容呢，或许没有办法做到100%准确和全面，那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包容。我第一次拿到这台机器的时候，看到它如此厚实的机身，我以为它会比较重，那实际上面拿在手里面呢，它并不重。那但是呢，当我接上这一支巨大无比的85 f1.2 镜头之后呢，我立刻感受到压力，真的是重呀。但是拿在手里面，整体感觉还算 OK， 握持感各方面呢还算不错的。那在这里不得不提，那佳能大部分的 RF 顶级镜头重量都比较重，特别是2470 f2.8、2870 f2、50 f1.2 的呢都并不轻，拿在手里面沉甸甸的。那如果加上兔笼放在稳定器上面长时间拍摄，那其实压力呢都并不会小。那但是如果您目前使用的是佳能的电影机 C70 等 C 系列的这个视频机器，那 R5C 这次在这么小的机身内还塞了全画幅的传感器，还给你 8K 60机内录制 RAW 的功能，而且还不过热，那确实它的确是挺香的。那在外人看来，肯定以为佳能这次肯定是良心发现，牙膏挤爆了，肯定以为它要吊打索尼 AE， 吊打尼康 Z9。那但是经过我初步的体验下来，我发现它又并非如此，佳能还是那个佳能，一点都没有变，每一台机器都差那么一点点的意思，总有那么一些缺点让你忍无可忍。那也让我知道为什么这一台参数怪兽上市之后，热度明显没有当年的索尼 S3、尼康的这个 Z9 高。那不过，或许它的目标用户并不是大部分的普通用家。先聊聊它的开关按键。那本次呢 ，R5C 呢是采用了这个双系统的。那拨去这个左边是拍照，那拨去右边是这个视频模式。那中间是关机。那在我的使用过程中，这个按钮是非常容易拨错的，特别是当我想关机的时候，很容易就会从视频去到拍照，那或者从拍照去到视频。那而且呢，每一次使用之后呢，我都必须再三确认它是否关机。那如果不小心让它进入了这个开机的状态，你肯定会后悔的。等一下我会说为什么。那在拍照模式下，它的菜单和这个视频模式的菜单呢是截然不同的，我个人觉得也是挺好的，毕竟这是针对专业用户的机器，那专务专用嘛。但是如果当你在拍照模式下突然间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画面，想拍视频记录下来，那需要切换模式，那我们呢就需要等待漫长的时间，大概3到4秒。那这个时间呢，我们或许已经错过了最精彩的这个一瞬间了。那整台机器的按键呢是比较多的，花点时间去学习，去慢慢研究，那基本上呢都不难上手。那只是呢，我个人觉得呢，这些按键呢总体都是偏小，力度反馈感觉呢也是比较一般。那特别是这个录制的这个按键呢，如果不是有这个机身的提示灯的话呢，我经常都不肯定自己到底有没有开始录制。
那在接口方面呢，基本上可以给的都给了，那只是呢这个 micro 的 HDMI 接口呢，实在是对不起这个硕大的机身了。特别是我这种已经习惯了拍视频的时候，使用 Ninja V 来作为监视器的人，那我一开始呢会觉得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，但是实际在拍摄下来呢，我发现，佳能这块屏幕总体感觉呢还是不错的，无论是这个亮度、颜色，还有触摸操控上呢，基本上都属于第一梯队的。那而且呢 ，R5C 也是自带这个波形图伪色，那实际拍摄中呢，其实无需监视器都可以准确曝光。那再搭配机内这个自带的这个 WET709的还原，哪怕拍摄 Stilo 3或者 RAW 呢，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屏幕直接看到还原后的颜色是如何的。在过去的1周内，我基本上都是体验它的视频拍摄功能。那就看参数来说，它基本上可以拍摄所有目前主流的视频格式，无论是 H.264、H.265，无论是机内的 C-RAW 还是搭配路基外录 ProRes RAW，无论是1080还是4K 50、60、4K 100、120 Super 35下还可以开启 6K。那全画幅模式下，甚至可以 8K 50、8K 60，那这些参数啊，都和尼康的旗舰 Z9 非常像，那感觉都是天下无敌，地表最强。那只要有了它，什么活都可以接，对吧？但是当我实际拍摄，我就会发现，要开启这个 8K 50、60，必须是相机连接这个带有 PD 协议的这个充电宝，才可以让镜头正常工作。内录 C-RAW 的格式也只可以在 8K 或者 Super 35模式下的 6K 才可以开启。那不过呢，其实这也不是什么重点，毕竟我在上一期这个聊天视频我也提到，我个人觉得 8K 并不是目前的主流，大部分人的日常工作都并不需要，什么 RAW 的视频对于大部分的普通摄像师来说也是不是刚需的。但是我后来认真想了想，这台机器或许是针对相对进阶、相对专业的摄像师用来拍摄广告、MV、微电影等设计的。那如果在所有分辨率下、所有帧率下都可以开启 C-RAW， 那这不是更好吗？那这样子就可以在后期的时候绕过 Stilo 3，直接转去佳能的这个 Stilo 2，那让它可以达到更好的这个动态范围和画质。那在使用尼康和索尼的机型进行日常的拍摄中呢，我本人是不会使用 RAW 的拍摄的，特别是外录的 ProRes RAW。那虽然搭配 Final Cut Pro 可以在后期可以改变 ISO 和白平衡，但是文件体积实在是太可怕了。对于我这种单兵作战，或者是主要拍摄这个婚礼和活动的摄像师来说呢，可以说是毫无用处。那最重要的是，索尼的 H.265 编码搭配 S-Log3，我觉得已经足以满足大部分的拍摄需求了。但是佳能的内录 RAW LT 体积呢，还算是比较 OK 可以接受的。而且呢，在后期剪辑的时候，就算搭配我这台 M1 Pro 的 MacBook Pro， 剪辑 8K 50的素材都不会卡，只是在 Final Cut Pro 中，佳能的 C-RAW 是无法更改这个 ISO 还有白平衡的，只可以拉一下曝光和调色。但是相比起这个 Z9 的 M-RAW， 目前只可以使用达芬奇来剪辑的，我觉得佳能的 C-RAW 相对来说更友好。那当然了，这是我本人的问题，并不是佳能和尼康的问题。不过相比起记忆卡不够大，担心它像这个 R5 那样子有过热的问题呢，使用 R5C 我最担心的是它的电量。那当我第一次拿起它研究它的菜单的时候啊，仅需30多分钟，它就从100%变成20%电量。那在整个过程中嘛，我并没有拍摄一张照片，也没有拍摄任何的视频，只要一开机，它就开始掉电。而且它的耗电速度也是快得离谱。那在日常的拍摄中嘛，无论什么视频格式，一块电池最多就可以撑40到50分钟。如果带它出门干活的话，估计一天要拿4到6块电池，而且拍摄 8K 视频耗电量也会相对增加。那我们呢，还需要边用边充电。
那才可以勉强解决这个供电的问题。那我知道了，现在呢也有第三方的厂家推出一系列的配件去解决这个问题。但是我真心搞不懂，为什么佳能不可以推出一块新的电池，或者推出专有的配件去解决这个问题呢？还是佳能其实已经想到了解决办法，在未来的 R5C 2代才会去解决呢？那所以啊，当大家使用这台相机的时候啊，每次使用完务必立刻关机，或者一直连接充电宝。那否则啊，下一次拍摄的时候，可能第一步就是要换电池了。我看网上面有不少测评，都有人吐槽 R5 强悍的机身反斗呢，在 R5C 上面呢被阉割了。那由于呢我手上面没有自带反斗的 RF 镜头，而且呢我大部分的日常拍摄呢都是在三脚架或者在稳定器上面拍摄，那我觉得这个阉割问题呢还是可以接受的。而且呢，网上面也有不少的测评也提到 R5C 配合这个电子机身反斗和镜头反斗呢，整体还是可以的，可用的。以上我所提到的缺点，其实我觉得都可以克服或者有解决办法的。但是在我使用下来，我觉得它最大的缺点居然是自动对焦。那在我印象中嘛，佳能的机器一直引以为豪的自动对焦，我觉得这次在 R5C 上面是有明显的退步的。我不肯定是不是因为我手上面这个 RF85 f1.2 的对焦呢本来就不快，还是 R5C 的对焦呢有阉割，那它在视频模式下的人脸和人脸追焦呢、触摸追焦等的功能呢都明显弱于索尼。我甚至觉得在某些时候它还不如尼康的这个 Z6 1代的机型。那或许对于这个专业用户，视频拍摄都是使用手动对焦，那自动对焦只是在某些时候作为这个辅助而已嘛。最后我的感觉是，佳能 R5C 继续拥有佳能机器出色的色彩科学，再配合12bit 机内录制 RAW， 它的确让视频的这个拍摄者呢，可以在后期有更大的调整空间。那我知道呢，有不少佳能的电影机老用户肯定觉得这台 R5C 的确是真香。但是呢，由于我本人是从单反还有这个无反开始接触摄像的，而且站在我的角度，我所拍摄的题材和场景，我觉得它并不适合我。那我甚至觉得它的缺点也是致命的，无论是续航还是对焦，我觉得它的表现都不应该是佳能该有的水平，让我再次觉得佳能牙膏厂的这个名号呢，真的不是黑它，而是它实在是不争气的。在我看来，只要它的对焦可以做到和 R5 一样，哪怕续航拉垮一点，我觉得都可以有解决办法的。那使用体验也会大大的提升。那随着尼康的视频方面的发力，还有索尼目前的市场的占有率，我真心希望佳能可以良心一点点，让佳能的用户可以更自信的说佳能是最棒棒的。那说到这里啊，我真心觉得索尼和尼康的用户其实是挺幸福的。就单从视频拍摄的角度和生态圈来说呢，我还是觉得目前索尼呢是相对来说做的最均衡的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。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请给我点赞、留言、投币，还有分享出去，还有记住订阅我的频道哦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